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新剧穿书设定，腹肌曝光引粉丝狂欢。朋友们，听说《富山海》里面有可能会露出诚意的那块腹肌，哎呦喂，这消息一出来，我心里就那啥了。你说，这不是一般的追剧热情了。我对这部剧的想着直，我都在想，他那腹肌一露出，估计会引起一阵小粉丝的疯狂尖叫。我自己也是，心里直打鼓，想着那一幕。还有说起来，诚意平时在生活中穿的挺严实，像那种运动装或者休闲装，根本就看不出什么肌肉线条。谁能想到剧里会有机会看到他的腹肌？这剧情一想，我就像个小孩似的，想着的不得了。真希望能在剧里一睹他的真身。穿书剧情设定真新鲜。这部《富山海》走的是穿书路线，你知道的，就是那种主角穿到自己喜欢的小说世上里。故事里，男主萧明明看了别人写的小说，觉得剧情太烂，情节都不行，结果一气之下把主角改成了个无敌战神那种。这一改，不止剧情变厉害了，连系统都罢工了，直接把他送到书里，让他自己去体验当主角的滋味。这剧情一展开，咱们就能看到他在小说世上里横冲直撞的样子。其实我还挺喜欢这类设定的，跨越两个世上。说实话，看到这里我就觉得这部剧绝对不一般，剧情新颖。要知道，这种穿书剧情之前在别的剧里也有过，但这次感觉挺有新意的。到最后嘛，会不会露腹肌？我在猜，你们别笑，我一边看剧情一边在猜，猜到最后马萧明明应该是把剧情玩转完了。这让我想起了之前的一些经历。路透里说，他到最后嘛是在医院醒来的，想象一下他在急诊室那场戏。巧了，剧组还请了个果果进场指导，专门帮萧明明把脉，贴心垫监护的那些细节。难不成就为了那一瞬间能不能看到他的腹肌？我就忍不住想象，那会不会在他躺在病床上，医生给他检查时，毕竟诚意平常生活中穿得很严实，咱们都知道他的好身材都藏得严严实实的，谁知道剧里是不是会偷偷露出来一角？我心里就巴望着，能不能在那一场戏里偷偷一瞧？要是能看到，我估计我会喜欢上萧明明这个角色。你们说，这事儿是不是挺有可能的？我觉得剧组肯定会想办法给咱们点惊喜的，要不怎么会让果果上场指导？想着他那硬核一幕出现，喜欢李晨舟，但如果能看到腹肌，可能会变心。其实我一开始对这个剧最喜欢的角色是李晨舟，觉得他那种大气稳重，挺有那种老成持重的感觉。如果萧明明能让我在剧里看到他那块肌肉，估计我可能会瞬间改变喜好。你说哪个女生不喜欢看点硬核场面？最关键是那种肌肉线条分明，鼓鼓的腹肌，完全像巴适的大汉一样。再说了，诚意平时私底下也是个挺低调的人，穿得很朴素。谁能想到他居然还能有那么好的身材？我跟你讲，剧情里要是能有那一场惊喜，比如他在医院里躺着，突然露出一块腹肌，那粉丝们估计要炸锅了。我自己都在幻想，那一瞬间，绝对能引起一阵尖叫加疯狂的场面。会不会就像我一样，想着他那巴适的一幕？都说人靠衣装马靠鞍，但我觉得诚意的肌肉线条，真希望这次剧组能搞点惊喜，让我们这些粉丝们大饱眼福。诚意新剧《富山海》自从定档以来，一直是粉丝们热议的焦点。这部剧不仅走的是穿书设定的新颖路线，更因为有可能出现诚意腹肌的路透消息，
让观众们提前嗨了半边天。对于许多粉丝来说，这部剧不仅是一次全新的故事体验，更是一场视觉盛宴的期待。先说剧情，《富山海》最大的亮点就是穿书设定。主角肖明明本来只是个普通人，因为看不惯一本小说的剧情，索性直接动手把小说主角改成了无敌战神的设定。本以为这样就能一解心头之恨，没想到系统突然罢工，把他直接送进了书里。于是他只能亲自下场，成为那个无敌的主角，在小说世界里大展拳脚。这样的设定其实在影视作品中也出现过，但《富山海》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。它不仅仅是穿越，更是带着自我意识和吐槽感，观众看着会觉得格外解压。不过，说到让粉丝们最期待的桥段，那就是程毅腹肌能不能在剧里露出来。程毅在生活中大家都知道，他平常穿衣风格很随意，要么宽松的运动装，要么简单的休闲装，很难看出他身材的线条。恰恰是这种低调，才让人更加好奇他的真身。之前一些采访中就有人提到过，他在健身上其实挺自律的，只是没有刻意去秀。于是，当剧里有消息称可能会出现医院场景，而且还请了专业人士来指导医疗细节的时候，许多粉丝立马就联想，会不会有一幕程毅躺在病床上，衣服稍微掀开，露出那若隐若现的腹肌？试想一下，那场景一旦出现，追剧女孩们肯定会直接尖叫到破音。毕竟，程毅以往在荧幕上更多是以温润、深情或是侠气的形象示人，很少有大尺度的硬核场面。这次如果真能看到肌肉线条分明的腹肌，那绝对会成为话题热点。甚至不少粉丝开玩笑说，我原本最喜欢的是李晨舟，但要是肖明明露出腹肌，我可能瞬间变心。这种心态并不奇怪，毕竟在现代影视文化里，观众早就不仅仅满足于剧情本身，视觉上的福利同样是追剧的动力之一。程毅本身就有很强的粉丝基础，如果在剧情的关键节点来一次惊喜福利，那效果绝对是双赢，既能推动角色魅力，又能为剧集制造爆点。更何况富山海的故事本身也很适合安排这种情节。肖明明在书中世界一路开挂，横冲直撞，但他终究是个被卷入的普通人。在剧情后期，当他在医院场景中出现时，观众看到的或许不仅仅是他受伤后的脆弱，更可能是他作为战神的真实状态。腹肌的出现，既是角色经历的自然展现，也是演员本身的惊喜馈赠。粉丝们的期待其实就是一种追剧仪式感。有人调侃说，等了这么多年，我终于等到程毅脱衣服。也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喊话剧组，既然都请了专业医生来指导，不如顺便给我们福利安排上吧。这些声音表面轻松，实际上反映了粉丝和剧之间的互动。大家追的不只是剧情，而是一种参与感和被满足的情绪。当然，从演员角度来说，程毅一向以低调著称。他不是那种会刻意炒作自己身材的艺人，所以如果真有腹肌露出的一幕，多半也是剧情合理需要，而不是单纯的卖点。这种无意间的惊喜，往往比刻意展示更让人觉得心动。总结来说，富山海无论是穿书设定的新颖，还是粉丝对腹肌福利的疯狂期待，都让他在未播先火的状态中持续升温。作为观众，我们当然希望剧组能够在剧情和角色塑造的同时，也为大家留下几幕难忘的画面。或许就在那一瞬间，程毅的肖明明会让无数人从喜欢李晨舟，转而变成他的死忠粉。不管怎样，这部剧已经成功吊足了大家的胃口。到时候，不论腹肌是否真的出现，富山海都注定会成为粉丝间津津乐道的话题。只是想想，
如果真有那么一幕惊喜，屏幕前的你是不是也会和我一样，心跳加速，忍不住尖叫？